嚟到2025，我俾大家嘅忠告只有一個：做自己，揾到自己嘅存在同埋人生意義，想要嘅生活模式、工作模式，想相處嘅人，想做嘅事同埋使命。2024係我大大跳出舒適圈嘅一年。1月脫離學生身份，備賽18星期，5月尾去比賽，5月中開始獨居，完全獨立，應付租金、各種家務、工作、訓練同社交媒體內容創作嘅時間安排。6月去日本旅行18日，喺京都食緊晚飯，收到中學生 DM 揾我幫佢臨急備賽，我就即晚寫訓練同飲食計劃，線上指導5星期，免費教幾次鋪食。7月比賽，免費幫佢上油到半夜做後台工作。8月尾去巴厘島6日學滑浪。11月頭畢業典禮，月中搞第一個8人健身班，然後去台北進修3日。12月尾去美國同墨西哥旅遊，完成夢想。畢業之後，每日都要進行繁重而重複性高嘅事情，生活好似被逼撳咗1.5倍快播，節奏有時急到喘唔到氣，有時我想暫停，撇低一切事務唔理，俾我有時間思考自己嘅去向，思考自己嘅存在同人生意義，思考自己嘅健身知識對錯，思考人生各種道理。隨住年齡越長，發現時間過得越快。今年我已經25歲啦，有同輩會開公司賺大錢，有同輩會成家立室結婚，有同輩會環遊世界。當我喺網絡睇到一啲年紀比我輕，但好似做嘅事比我多、比我好，我免不了會比較，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多、唔夠好，別人永遠比自己優秀，甚至會質疑自己嘅教學。每次學到新知識，都會覺得點解自己識得咁少，自己明明咁蠢，又唔係大隻，但又會有學生揾我，點解會有人睇我啲片支持我？呢一切我真係值得咩？定只係幸運？每過一陣，我都會對自己進行一輪 PUA。唔重要嘅人對自己嘅一切批評，我置之不理，但我對自己同埋重要嘅人總係好苛刻，令我壓力好大。但後嚟我領悟到一個道理：人嘅資產有3，金錢、時間、精力。人總不能全部都有好多，只係資產分佈唔同。人們只會睇到一方面資產特別多嘅人，卻唔知道呢啲人另外嗰2方面嘅資產有幾多。我以前好羨慕自己開公司做老闆嘅人，覺得好有型、好威、有錢有地位，唔使花好多時間工作，稍作管理就可以啦，其他時間就放鬆。直至我自己搞咗一次班，先至預料如果要做老闆，金錢可以多，但所謂嘅收工嘅時候，仲要自己處理公司雜務，思考公司如何營運，就連瞓覺前腦海入面都只有公事，去度假都要接公事電話同埋信息。所謂可以唔聽人指點，想點就點嘅自由係假嘅，佢哋係員工嘅老闆，但員工有錯，負責嘅就係老闆。所以老闆嘅真正老闆就係每一個客戶，佢哋嘅精力同時間幾乎每時每刻都耗盡，大部分錢都係要重新投資喺公司業務上面，好難放喺真正嘅娛樂方面。做老闆真係有時間、地點、經濟自由嗎？我周不時會喺度查 The Truth About Entrepreneurship， 見到一句話 Entrepreneurs have freedom to choosing to work 24/7， 我先意識到我並唔向往呢一種生活。我希望可以自己開一人公司，有住各種 AI 同電子系統協助。我知道一個人可以行得快，一班人可以行得遠，但我寧願唔行咁遠，唔發展咁快咁多，維持一人公司嘅規模，集中喺少量高質素客戶，錢夠用就可以啦。即使賺嘅錢冇團隊咁多，我可以抽身有更多時間同埋精力做其他嘢。我暫時未到責任非常多嘅年紀，我真係想賺更多錢嘅時候，先至會諗諗拓展團隊嘅方向。而家我仲想發展唔同新興趣，學習唔同技能，增廣見聞，偶爾即興嚟個旅行，約朋友食下飯，談談心。回望以前，我發現2021年大3嘅時候，訓練表現係最好嘅，一星期教10個以內嘅學生，每日踩2至4個鐘單車，每星期健身3次，每次個半鐘，每日11點前瞓，朝早7至8點起身，每日接觸大自然，學下健身知識，每晚練琴睇動漫，自己一個隨心所欲而不影響或託付別人。原來呢一個先至係我向往嘅生活，而呢種生活根本唔需要好多錢。好多人會認為賺大錢做企業家先至係成功，經常話咩 successful career， 但成功究竟係咩呢？點樣去定義呢？成功真係通過賺到幾多錢去量化嗎？
我覺得不亦然。我會用兩條問題定義成功。我在 XX 時有成功感 I feel successful when I 同埋我 XX 時就會成功 I will be successful when I。 前者集中喺現在，後者集中喺未來。於我而言，我喺早睡早起，為客戶、觀眾、朋友、家人提供價值，健身有進步，保持到健康飲食和生活習慣，說到做到時有成功感。然後我可以完全不擔憂金錢不足時，持續健身並分享我的健身歷程，為他人的健身歷程帶來正面影響，取得 XXX 殊榮，直到老年仍能保持良好體態，照顧家人和朋友的需要，生活自律時就會成功。我發現列出呢啲成功條件細項後，我根本唔想亦都唔需要賺大錢。Alex Hormozi 一位出名嘅企業家講過，以下三者你只能選二：很多錢、很多自由時間同埋青春。根據上述細項，我會揀青春同埋好多自由時間。當然，好多錢究竟係幾多，取決於每個人嘅價值觀。對我嚟講，啱啱好俾我3個月去一次外國旅行，可以養活自己同母親，照顧伴侶物慾，俾我有最佳訓練效果。未來去比賽，有時請朋友食飯、買禮物，咁樣嘅金錢量就好夠用啦。所以目前有充裕嘅時間同精力係我嘅首選，金錢係次要嘅。呢個就係我嘅成功之道。至於生兒育女同埋結婚係咪等於愛情上嘅成功呢？我以前以為一段愛情可以由始而終，白頭到老就係成功，所以拍拖都係以可以結婚為大前提，揀對象會非常謹慎，標準定高少少，寧缺勿濫，絕對拒絕散拖、短拖、玩拍拖。後來領悟到，結婚生兒育女嘅話，夫妻同家庭入面可以割裂，結婚嘅可以離婚，或係因為顧慮兒女而唔可以離婚。結婚同埋建立家庭並不等於愛情上嘅成功，所以每段關係唔注定會有好結果。咁嘅話，認真愛過就可以啦。哪怕未來要分開，是好是壞，希望都能有個美好回憶就可以啦。生命中大部分人只係過客，每段歷程都會成為一段回憶，不必強求。至於結婚、成家立室呢啲嘢，就睇睇未來打算啦。所以生活入面，人們總會說着大大小小嘅成功，但每個人對成功嘅定義都可以唔同。你唔需要大聲咁話，你呢個唔係成功，秉持自己嘅意念，追尋自己嘅成功就可以啦。你追求嘅成功可以標奇立異，因為你所做嘅嘢、你嘅性格、你嘅外形、你嘅喜好等與別不同，同社會標準背道而馳，同佢哋所認定嘅成功或其他價值觀有出入，而話你係僾撚、異類、怪胎、失敗者。但你大可不需要理會，只要你所做嘅嘢唔負面影響任何人，唔傷天害理，照顧到自己基礎生活所需，我認為無所不可。人生實在苦短，你做乜嘢都一定會有人批評。我中學冇錢同同學去沙田圍食火鍋，或者去 Neway 唱 K， 去日本餐廳，暑假去台灣旅行，俾人話窮 L。我話呢啲嘢好貴，好多嘢都要好好計預算嘅時候，俾人話市儈佬。10年後賺到少少錢，有人話我使幾萬蚊去旅行進修買攝影器材嘅時候係威啦大使，甚至揮霍。地球有幾十億人，但我哋唔係幾十億人都中意。點解凡事都有人批評，而我哋唔係中意全部人嘅時候，要花短短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嘅人生，迎合一啲永遠唔會中意我哋，而且對我哋嚟講毫不重要嘅人呢？夢想係人可有可無嘅，但於我而言，夢想係不可或缺嘅。我會窮盡一生去追求我想要嘅成功，我亦甘願耐心等待。我想年長嘅時候話俾我個仔、孫或者我重視嘅下一代年青人知道，年青人，如果你有夢想嘅話，請你一定要去追啊！佢哋可能會問我點解啊？我唔想話，因為我以前為咗迎合其他人，思前顧後，左思右想，浪費咗一堆時間。當我想追嘅時候，我嘅時間同精力已經無多。我唔認為呢種身份對我個孫仔或者係下一代年青人有任何說服力。我亦唔認為對生活毫無熱誠、對自己嘅生活毫無規律嘅年長一輩可以循循善誘，以身作則，孕育良好下一代。我想講嘅係，因為我已經完成我嘅夢想啦，而家到你啦。
然後指住我身邊嗰張達到夢想嘅記錄照片，以滿腔熱枕、熾熱嘅眼神，以短短10幾個字同埋數千數萬個努力奮鬥嘅日子得出嘅一個成果、一個事蹟、一個歷史，打動下一代。無論你講嘅嘢聲音多響亮，你冇事蹟作證，聽者可以充耳不聞。即使你完全沉默，但你嘅事蹟無人不知，見者同聽者都可以信服得五體投地。我係個內向人，自問喺社交場合講一大堆嘢唔係我嘅強項，但默默耕耘，耐心等待延遲性享樂帶嚟嘅結果，絕對係我嘅強項。我自問心理變態，你讚我，我可能會努力120%；你批評我，或者喺我遇上挫折、挫敗、逆境嘅時候，我會努力1000%，越嚟越興奮，就好似嗰啲被打之後會好嗨鬥 M 嘅動漫角色一樣。例如爆旋陀螺嘅反派左轉陀螺雷霆魔龍，同其他陀螺作戰嘅時候，可以吸收右轉陀螺嘅旋轉，越轉越快，覺得遇到強敵會熱血沸騰，而且會飛躍性進步一樣。比起順境，逆境帶嚟嘅刺激更能讓我有長遠嘅進步同愉悅。所以如果你公開討厭過我、批評過我，無論當中有冇任何建設性都好，我都感謝你。你哋係我嘅反面支持者，一文不值，人云亦云。隨波逐流嘅人好少被討厭，而我會珍惜呢啲被討厭嘅滋味，因為咁正正話俾我知，我係與別不同嘅。有時候我都免不了會討厭一啲人，但我要提醒自己，呢啲人不值得我花時間同心機去討厭，我要專注翻自己嘅道路。如果佢哋嘅生活唔係我所向往嘅，Why would I give a single fuck？喺社交媒體發達、資訊流通嘅情況下，更容易形成潮流、大趨勢、被人帶風向。當人們慢慢失去個人特色，一個個好似倒模咁樣活着嘅時候，真情地做自己好唔容易，亦只會越嚟越唔容易。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做自己，秉持自己嘅特色、自己嘅意念。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顏色，知道自己嘅使命、自己嘅崗位，相信呢個世界嘅光譜會變得色彩繽紛、美麗絕倫。感謝你睇到呢度，呢條影片唔係啲咩資訊性高嘅健身影片，但我認為健身同埋人生應該係一體嘅。心靈真係健康嘅人，身體好難唔健康。希望呢條片可以為你帶嚟少少裨益，覺得實用嘅話，記得按讚、訂閱或追蹤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各位新年快樂！